嫡姐失忆后，不记得自己曾贴身照顾过失明的太子。父亲为保功劳，逼我顶替他做了太子妃。知晓太子顾修景此生最厌恶欺骗后，我每日在太子府过得战战兢兢，吃不好睡不香，连在床榻上都像小猫呜咽，生怕太大声会被发现蹊跷。偏生顾修景跟喂不饱似的，夜夜都要连骗带哄将我抱入帐中，叫好几次水。1年后，我查出有孕，想着自己终于能在太子府站稳脚跟，亮着眼打算亲自告诉顾修景这个好消息。可还未踏入书房，就在窗边听见姐姐的娇气声。我理解福儿被太子妃的位置诱惑，才会想到要顶替我。我知道欺君死罪难免，可她毕竟是我妹妹，求殿下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要让她死得太痛苦。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春寒料峭，我缩了缩肩膀，许久都没等到顾修景的回复。隔着纱窗，却能看见他高大的身影将跪伏在地上的女人扶起来，拍着她的肩背安慰。顾修景向来寡言冷漠，连在床上也是像野兽一般，只知道硬邦邦地向我索取，还从未有如此温情流露的时候。我一看便知他肯定是信了，想着要尽快给姐姐一个名分，以及要如何处置我呢。我紧紧咬着手腕，才没让自己哭出声，急急忙忙跑回了东院。春兰刚送完太医回来，欢喜的笑意怎么也止不住，见我这样子，吃了一惊。娘娘，这是怎么了？太子凶您了不成？我麻溜地收拾东西，将梳妆台上的金银珠宝一咕噜塞进包袱里，确保没有漏掉一样，才揪着春兰的肩膀哭。春兰啊，春兰，你先在这东院待着，等我在外面安顿好了，再来接你。春兰虽然是我从丞相府带来的丫鬟，但顾修景向来刚正不阿，应该不会迁怒于他。将沉甸甸的包袱背在背上，我一把鼻涕一把泪。你每日要记得喂后院的小兔吃草，记得午时之前去草笼收鸡蛋，还有拴在树下的大黄也要多哄哄它，别再让它乱叫唤惊扰了太子，让他联想起我，一气一下将大黄砍了头。越说我才发现，不过1年，自己在太子府却已经满是牵挂。春兰虽然一头雾水，但毕竟稳重，边帮我系紧包袱，边安慰我。殿下虽然寡言冷情，但娘娘来府中1年，殿下从未生过娘娘的气，还夜夜都来娘娘房中留宿。从前都这么宠，如今娘娘怀孕，殿下肯定更舍不得与您置气，有什么事说开了便好，娘娘不必那么恐慌。听他如此说，我摸了摸微鼓的小腹，更难受了。顾修景从前对我好，全是因为将我误认成了姐姐，如今他与姐姐相认，得知我怀孕，只会更加生气，气上心头，让我们母女俩死无全尸都有可能。哪怕是为了孩子，我也必须快点逃跑才是。可是不如人愿，春兰刚帮我系好包袱，院外就传来太子驾到的通报声。我麻溜地将包袱踢到了桌底下，可哭过的痕迹终究难掩饰住，给顾修景行礼时，眼睛还是红肿的。他皱着眉将我扶起来，柳竹不是说你有喜事要与姑说，怎地哭成这样？顾修景是太子，饱读诗书，武功却也莫落下，每日晨起练剑，指腹有一层厚厚的茧。粗粝的纸擦过我眼下的肌肤时，我下意识一颤，朝后退了几步。啊，哪有什么喜事？许是柳竹姑姑听错了，臣妾根本无事要与殿下说。本来是要跟他说怀孕的事的，可现在就算给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说了。顾修景目光微不可察扫过我的小腹，捻了捻指腹，微微蹙眉，状似斥责，揽着我坐下。姑今日本来要去丞相府议事，为你才留在府中。虽说没有喜事，你也要将姑给的奖赏都喝光，好不好？他话音刚落，身旁跟着的太监便提了一个7宝璎珞的酒壶上来，倒入杯中的液体是透明的玫红色，闪着妖异的光泽，看着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吸了吸鼻子，怯怯地望向顾修景硬朗的侧脸，企图激起他心中一丝怜悯。殿下，臣妾不想喝。他一身暗红色蟒袍，肩宽背阔，坐得笔直，将我的一缕发丝拨到耳后，声音放轻：乖，对你身体好。他寡言惯了，与我话最多的时候便是在床上，却也凶巴巴的，弄得床铺响个没完。这样温和的哄人，
还是头一次，却是想要我的命。顾修景一走，我就扣着喉咙，趴在盆植上，将喝下去的液体都抠出来。春兰在一侧心疼的红了眼，一边为我擦拭嘴角，一边劝：娘娘这是做什么？跟殿下吵架归吵架，何必要将喝下去的灵芝酒吐出来？这可是皇上今晨才赏给殿下的，殿下自己都没喝，爸爸拿来给娘娘了，听说对安胎也有奇效呢。我吐到一半，愣住了，起身问他：你是说方才殿下赏我的是灵芝酒？春兰肿着眼点头：是呀。那是我误会顾修景了，他真的只想给我补身子。我抱着腿坐在床上发呆，床帐内浅淡的龙涎香飘到鼻尖，莫名让我想起刚嫁到太子府的时候，父亲说我貌美又愚蠢，让我在府中少说话，只勾引太子就好，还时不时命人给我送来许多清凉装束。可顾修景身长9尺，高大威严，又总是冷着张脸，爬了几次床都被他无动于衷地赶下去，我就再也不敢了。之后别说勾引了，连说话都小小声，生怕被他听出不是姐姐，拉出去砍头。好在顾修景日理万机，很少关注我，只是听春兰说，他半夜偶尔会坐在床边看看我，觉着不会被砍头了。我便在府中养了小兔、母鸡，还有外面捡的流浪大黄陪我说话。又过1月，我胆子渐渐大了，便常常偷跑出去，跟刚从边疆立了功回来的常威小将军谢和清诉苦。他的娘亲同生我的姨娘是手帕胶，我俩从小就好，他也是我在京城唯一说得上话的人。可有一天，谢和清带我出去郊游的时候，被出来督促大理寺查案的顾修景撞见了。我以为自己要被砍头了，被满身阴力的顾修景压在马上的时候，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弱弱切切的求饶。可衣裳却被渐渐剥光，柔软的腰肢被大手托住，腰快断了。顾修景才将我抱回家，还一直逼着我唤他的名字。呜呜。后来我再也没见过谢和清，却夜夜避不开被顾修景抱入帐中。我那时以为顾修景只是生气，现在却想，顾修景说不定也是有些喜欢我的，他应该不至于因为一个谎言就要了我的命，说不定只是会让我打胎，将我赶出太子府，让位给姐姐而已。我摸了摸肚子，想到这个小生命才不足3月，有些舍不得，但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我还是让春兰去抓一副打胎药。正想鼓起勇气自己去跟顾修景坦白，余光却瞥见方才被我吐过的盆栽。我腿一软，险些跌坐在地上，紧紧捂着嘴，才没喊出声。不过片刻功夫，方才还生机盎然的月季就变成了枯黑的一团。我连包袱也不要了，火速去了谢和清开的醉仙楼。掌柜的认识我，没一会儿就将谢和清请了过来。我泪眼汪汪，委屈巴巴扑入那一身月白锦衣，如芝兰玉树挺拔的人怀中。兄长勿误，我自小没了姨娘，也不得父亲宠爱，府中下人都瞧不上我，唯有谢和清像兄长一样疼我。连我12岁来月事，都是谢和清教我该如何处理。若不是父亲逼我嫁给顾修景时，谢和清正在边疆御敌，我根本就不会遭此劫难。因此在东窗事发后，我第一个想到要依靠的便是他。我揪着谢和清的衣襟，抽抽噎噎将来龙去脉说完，心中的郁气散去，才发觉不知何时谢和清已经坐下，而我竟然跨在他腿上，臀贴着的地方滚烫，我脸一红，手忙脚乱想从他身上下去，可腰间铁臂一紧，止住我的动作。看着我慌乱通红的眼，谢和清似毫无所觉，任由2具躯体越贴越紧，淡定地用指腹抹去我眼角的泪。你毕竟是丞相府出去的太子妃，太子要杀你，丞相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眼眸一暗，缓缓垂下脑袋。丞相虽说是我父亲，但他估计比顾修景还盼着我快死呢。我也是不小心偷听到的。丞相府有谋逆之心。1年前，顾修景秋寿时遭遇暗杀，坠入崖底，整整失踪3个月，本就是父亲和嫡姐计划好的。他们用药粉治顾修景失明，然后将假装也遭遇刺杀坠崖的嫡姐送到他身边贴身照顾。3个月的不离不弃，足够培养出生死相依的深厚感情。父亲便可利用这份感情，利用嫡姐控制住顾修景。
谁知回京途中出了变故，嫡姐意外昏迷失忆。父亲不愿看着计划泡汤，趁顾修景眼睛还未恢复，将貌美的我送了过去。在父亲心中，我又傻又没用，却意外参与到了计划中来。嫡姐恢复记忆后，便只有我死了，她才会心安。说着说着，眼泪又要落下来。谢和清垂眸看着我可怜的模样，大掌下下抚着我的脊背安慰，徐徐道：既然京城已无你容身之处，随兄长去边疆怎么样？我心中一动，可是自古将士出征，不是只能带家眷前往吗？还得皇上同意才行呢。我虽然跟谢和清关系厚密，可这都是私下的，明面上根本是八竿子也打不着。想到这，我又难过的抽了抽鼻子。待谢和清离开，我在京城是真的连一个依靠都没有了。谢和清揽着我的细腰，眼神在我泛红紧抿的唇瓣流连，嗓音微哑：我还未有家室，到时让我手下的副官认你做妹妹，我娶你可好？顿了顿，他又道：只是假成婚而已，届时到了边疆，我也不会约束你。这样的话，应当也不会阻碍兄长今后娶自己真正心爱的姑娘吧？我双眸一亮，觉得这真是个好方法。正要应下，门外突然响起敲门声，纱窗映出一长一矮两道人影。谢将军，听掌柜的说你在，我家太子正好与你有要事相商，现在可否方便进来？话说的客气，可谢和清还未开口，顾修景的长随就将门踹开闯了进来。我避无可避，圈住谢和清的脖子，娇怯怯地将脑袋藏进他怀中。幸好我怕打草惊蛇，来之前将华丽的衣裙都换成了成衣店的普通绸缎，一件珠宝首饰都没带。想到顾修景平时除了在床榻上，根本看都懒得看我一眼，应该认不出我的身形。我紧绷的肩膀松了松。谢和清与顾修景向来不对付，也未起身行礼，只是将我搂紧了些，声音淡淡：内子怕人，让殿下见笑了。屋内静寂无声。顾修景站在门外，许久都没说话。我看不见他的表情，那双幽深的眼却浮现在心间，只觉得脊背发烫，好像要被那道视线戳穿。想到那壶毒酒，我不禁抽噎一声，往谢和清怀里又钻了钻。双臂环着的薄纱落在地上，也顾不得捡，依着谢和清的说法撒娇，只盼着顾修景赶紧离开。夫君，我怕。随着我这一句，屋内的气氛又阴沉了几分。顾修景跨门而入，瞧着我攀在谢和清脖颈处嫩葱般的手，眉眼越发薄凉。孤倒是不知谢将军何时娶了这样一位娇滴滴的小娘子。谢和清正帮我将被汗湿透的发丝捋顺，闻言状似不经意般笑道：我与夫人自幼相识，自小便私定了终身，太子不知晓也并不奇怪。听到这样挑衅的话语，顾修景面色更阴沉了3分，手背青筋微凸，冷冷同谢和清对峙，视线扫过我水绿色裙裾下微颤的细腰，不知想到什么，向来冷肃的眉眼添了一分笑意，也不再恼怒，徐徐给自己倒了杯茶，淡淡道：既如此，便由孤做主，邀将军夫人来太子府小住如何？恰巧太子妃查出怀孕，孤正愁她性子娇憨，一个人呆着无聊，让将军夫人陪她玩笑几日，想必将军也不会介意。顾修景话音甫落，我明显察觉谢和清揽在我腰间的手一寸寸收紧，我惊疑抬头，就见他视线从我湿红的眼一点点朝下滑去，直到停留在我微鼓的小腹，带着后茧的大掌摸了摸那弧度，唇线绷直，眉眼一点点晦暗下去，低沉沉一句话，也不知是在与我说，还是在问顾修景：福儿怀孕了。我极少见到谢和清这样失意的样子，眉目闪过一丝慌乱，攀在他身上的手也一点点滑落下来，突然一起，本朝重贞节，对男子女子都一样，我怀着孕，哪怕只是假成婚，也会对谢和清的名声造成影响。即便他不在意，可他将来还要娶妻生子，要是他未来喜欢的姑娘介意该怎么办？谢和清从小就对我好，自己分明也是不受重视的庶子，可得了什么好东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全部给我。如若不是我嫁与顾修景时他正在边疆立功，
他绝不会让丞相就这样将我嫁过去。一想到自己差点耽误他的未来，我眉间都蹙成一团，心口闷闷的疼。犹豫再三，还是乖乖从他怀中退了出来。恰巧这时，顾修景又道：“谢将军重情重义，娶的夫人应当也是个心善的。福儿贪玩，在院中养了许多小宠，还有个能说会道的侍女，想必夫人过来也能跟他们玩到一块去。”他悠闲地喝着茶，语气漫不经心极了，可我听在耳中，总觉得有几分威胁的感觉。想到在太子府的牵挂，一颗心突突跳着。顾修景心狠手辣，府中对付人的手段比慎刑司还多，要是找不见我，不知会怎么伤害他们。见顾修景带着长随预备离开，我没看见谢和清伸过来要牵我的手，急急转身跟了过去。等等！闻言，顾修景缓缓转身，负手立在门前，静静地垂眸看我，仿若对我的出现没有丝毫意外，无法解释刚刚发生的一切。我脑中一团浆糊，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面对这个不久前还对我痛下杀手的枕边人。想到还算契合的床事，咬咬唇，下意识用上在榻上受不住时的撒娇语气，慢吞吞挪过去，抱着他的近腰，闷闷道：“夫君，你带我一起走吧。”好在顾修景至少还愿意跟我维持表面的平静，勾了勾唇，视线越过我，冷冷地看了身后浑身僵硬的人一眼，这才牵起我的手：“乖，夫君带你回家。”我一直忍着，没有回头看谢和清，怕自己受不住害怕，又跑回他身边，给他惹麻烦。直到跟着顾修景上了马车，才没忍住蜷在车厢角落，啪嗒啪嗒落下泪来。顾修景坐在窗边，见我这样，眸中刚刚升起的笑意一点点淹没。就这么舍不得他？当然舍不得，兄长可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但想到太子府的春兰、大黄和小兔，在顾修景阴冷的注视下，我直起身子，摇摇头，沙子迷了眼睛而已。眼前暗金龙纹的衣袖一闪，我便被牵着手拉入一个冰冷的怀抱。我没忍住，瑟缩了一下。同谢和清不同，顾修景从前中过寒毒，身子总是冷的，即便是床榻之间，再热情也只能堪堪变得温热。男人将下颌抵在我的肩窝，冰凉的大掌一寸寸下滑到我的小腹，像没有温度的蛇。我没忍住害怕，颤抖着抓住他的手，泪水像珍珠一样串串滚落。你放心，我会打掉这个孩子的，不会给你添麻烦。毕竟顾修景只是见了嫡姐一面就要杀我，要是被嫡姐知道我怀了他的孩子，那顾修景不得心疼的将我碎尸万段，说不定还会连累春兰和谢和清。勾在我腰带上的手一顿，顾修景勾过我的下巴，声调渐冷：“你说你要打掉我们的孩子？”我见他终于不揉我的肚子了，以为说到了点子上，连忙点头，继续说：“我一回太子府，就立马带着春兰从东院搬出来，还有我养的宠物，我知道你嫌它们脏，我会带着它们一起离开的，你别杀它们，它们也很可怜的。”小兔是我刚来太子府不久后，见到它被一个顽童用绳子箍着脖子，在地上拖行时就吓的，被我带回来的时候，整个四肢血肉模糊，只剩下一口气。大黄也是饿得只剩骨架，倒在墙边，我偷偷翻墙出去玩时撞见抱回来的。母鸡是大黄叼回来的，带回来的时候已经断了一只翅膀，我找不到主人，便也养着了。我语速很快，说得特别急，恨不得现在面前就有一碗堕胎药，能让我喝下去以正决心。腰带不知不觉被那双修长的手挑开，我没发觉自己衣衫已经被褪下一半，偷偷抬眼去瞧，见顾修景脸色比先前还要阴冷3分，慌忙垂下眼，只觉自己大抵是活不过今晚了。又联想到刚才的画面，想着死了也不能拖累兄长，咬咬牙又道：“谢将军也不是跟我一伙的，自始至终欺骗你的都只有我一人，你别记恨他。”我哭着说到一半，身上陡然一重，唇也被人用力堵住。恰时微风从车帘泄入，拂过发丝，我才迟钝地察觉身上一凉，睁眼见到满地凌乱的衣衫，脑袋懵了一下。顾修景
唇上一疼，我刚想起身，又被重新压了回去。那人熟练地带着我的手朝下，朦胧之中，我仿佛听见他冷哼：“聒噪，呜呜呜，巫山云雨，满是生香。”1个时辰后，顾修景起身，细心地用帕子擦干怀中人的泪痕。一直守在外面的长随轻敲车厢，问是否要驾车回府。顾修景眉微挑，掀开车帘，见到最先楼上那道笔直不知立了多久的身影，艳足的眉眼顿时闪过一丝冷意。无他的命令，长随一直没有驾车。他们在这待了多久，谢和清大概就看了多久。顾修景冷冷掀唇，放下车帘，慢条斯理地为怀中人穿衣。他就是要让谢和清看着。秋福的心不是他的又如何？他们才是天造地设、天定良缘的夫妻。他还怀了他的孩子，他们注定就是要在一起的。谢和清不过是个外人，他既然在意谢和清，还要为他丢下他跟孩子。他不让他知道，悄悄将人解决了就好。还有丞相府那个嫡女，他跟丞相的小心思，真以为他不知道？本来看在他们将秋福嫁与他的份上，他不打算与他们计较。现在既然恢复了记忆，又找上门来，还试图哄骗他杀死秋福，他当然得让他付出代价。思绪间，怀中人的衣衫都已经被穿戴整齐。顾修景捡起地上水绿色绣着鸳鸯的腰带，触及女子小腹时，眸光揉了又揉。他性子胆小，再加上孕后敏感，今天一整日都惶恐不安的，也不知是遇到了何事。偏生人还娇气得很。他得知太子妃失踪后，就又去了东院一趟，见到那盆被烧死的月季，便知道他定是又嫌酒苦涩，等他走后，立马将酒都倒了。灵芝酒稀有性赤，植物一沾便会很快枯死，但对人却有万般好处，不止利于安胎，对安神也有奇效。所幸府中还有2壶，等回府后，他亲自盯着他喝下去。我醒来后，第一眼就看到了桌上摆着的7宝璎珞酒壶，两眼一黑，立马就想起身将酒倒了，可刚碰上壶把，酒壶就被另一只筋骨修长的手提了起来，腰间环上一条铁臂，天旋地转，我便跌坐进那人怀里。顾修景此时已换了一件紫色麒麟长袍，眉目深敛，显得整个人龙章凤姿，贵不可言。他慢条斯理地倒了满满一杯鲜红的酒液，递到我唇边，喝了，对你跟宝宝好。顾修景性子冷，连哄人都是冷冰冰的，似乎也觉得自己不够温柔。他顿了顿，又加上一句，乖乖都喝完，你去见谢和清的事，姑便不再计较。我瞳孔放大，不可置信地看着他，眼睛里不知不觉又氤氲起水雾。人到底能心狠成这样？别说我现在还浑身酸痛呢，我肚子里好歹还怀着他的孩子。他到底是怎么能一边哄骗我喝下毒酒，一边还拿我最珍视的兄长来威胁我的？顾修景，你真不是个东西。我带着哭腔，就着他的手将酒喝完，想着反正都要死了，干脆破罐子破摔，一巴掌呼在顾修景脸上，好硬。他脸没红，反倒把我的手打疼了。酒液顺着嘴角淌下，逐渐打湿我的里衣，凉得我控制不住，又朝那人怀里缩了缩。在顾修景一点点变得暗色的目光下，我哭着骂他，顾修景，你以为我想嫁给你吗？我本来都跟贺清哥哥说好了，等他从边疆立功回来就嫁他的，要不是父亲逼迫，我才不会答应嫁给你。如若不是你横插一脚，我跟贺清哥哥的孩子现在估计都会打酱油了。你这个畜生，混蛋！等我死了，我一定会在下面诅咒你不得好死的。我骂了许久，直到肚子里的词都说尽了，才开始纳闷为何药效还没发作，反倒是有一股暖洋洋的热气从腹部升起来，怪舒服的。察觉到腰间手臂箍得越来越紧，我止了哭，狠狠瞪着眼前眉眼深脸，不知在想些什么的人。你又想做什么？见我发问，顾修景才微微抬眸，幽暗的同人半合地看着我，里面仿佛有魑魅恶鬼在叫嚣。见我身躯微颤，他才掀了掀唇，一字一句仿若从喉咙中挤出来。我在想，该给谢和清安排一个什么死法，才能让我解气。
他缓缓用指腹抹去我眼角残留的泪，漫不经心道：水煮凌迟。福儿说，哪种死法最恶心？能让目睹的人哪怕再喜欢，也这辈子都不愿意再记起这个人的存在。我脑中一懵，还没来得及继续骂他，春兰就慌慌张张闯了进来。他看了我一眼，见到顾修景，眼中闪过一丝莫名的恐惧，踉跄着跪倒在地上。等顾修景发问，他才抖着声音开口：禀殿下，奴婢也是听说丞相府今日在荷花池打捞出了狄小姐的尸体，听人说死状极为恐怖，连脑袋都被人砍断了。我小脸一白，下意识抬头去看顾修景的反应，可他神色平常，捏了捏我的手心，一副意料之中的模样。想起先前隔窗看到顾修景扶起狄姐的画面，一个可怕念头突然从我脑海闪过，或许丞相府打算谋逆一事，顾修景一早就知晓了。那造成他失明的原因呢？他也知道吗？顾修景离开后，我立马写了一封信，想让春兰带去给谢鹤清，要他快些离开京城，最好不要参与到丞相府谋逆的争端之中。毕竟他与我在一起三番两次被顾修景撞见过，又是武将，要是被顾修景安个同谋的罪名就不好了。可奈何自从我偷跑出去后，太子府戒备就越发森严，围得像个铁桶，别说春兰了，就是一只鸟都飞不出去。我就这样一直被困在太子府中。期间，顾修景身边的嬷嬷还送了一壶灵芝酒过来，简直是追着我杀。待他走后，我气冲冲的正要将酒倒进盆栽，恰巧春兰进来，忙忙止住我：娘娘，殿下说了，要奴婢盯着您将酒喝完，不能多揽。况且您忘了，上次那盆您最喜欢的月季就是这样被酒烧死了。我动作一顿，烧死？不是毒死吗？春兰连忙给我解释了灵芝酒兴吃的道理。这还是您走后，殿下让太医来东院收拾出不利于您安胎的东西，奴婢特意寻太医问的。我放下酒，心里突然很不是滋味。我回来后，确实发现东院少了许多东西。前些日子顾修景盯着我喝了一壶，确实没有什么不良反应，我的脸色反而还好了不少。难道我真的误会他了？我歇了逃跑的心思，让院尉们将我的小宠都送到郊外后，就一直在府中等顾修景回来。可他在宫中待了近1月，一丝消息都没有流出来。直到半月后，谢鹤清潜入太子府来寻我，我才得知丞相在狄姐头七时就已经领兵杀进京城了。此时谢鹤清一身黑色劲装，头发还带着水珠，似乎来前刚洗过澡，还熏了很重的香，但仍旧掩盖不住身上浓重的血腥味。见我黑白分明的眸子中满是惊恐，他牵起我的手，声音仿若刻意压低：福儿，丞相被顾修景在宫中斩首，但他死前也杀死了皇上。如今丞相府上下只有你一个活口，顾修景回来后必定不会放过你。他顿了顿，黑沉沉的眸子在我的小腹停留片刻后，嗓音掺上艰涩的哑：性命攸关，就算你再舍不得顾修景，再舍不得腹中孩儿，也乖乖跟兄长走好不好？你若实在舍不得，孩子生下来，兄长陪你养。他眉眼添上一抹晦暗，抓着我的手越发的紧。我被他的话吓得不知所措，记起半月前顾修景随意说出的几个刑法，魂都要没了。皇帝死了，顾修景就要登基了。他本来就想要谢鹤清的命，做太子时还能有所收敛，要是当了皇帝，不是要无法无天了？更何况我爹弄死了他爹哎！我把太子府的金银财宝系了满身，牵住谢鹤清的衣角：兄长，趁顾修景还没回来，我们快走吧。谢鹤清若有若无地看着一个方向，抚了抚我的发：福儿没有舍不得吧？我有点摸不着头脑，我舍不得他做甚？要说得知灵芝酒是我误会了顾修景后，我确实有点愧疚和难过，莫名的很想再见到他。但这可是谋逆哎，诛九族的大罪。现在九族就只剩下我一个了，我实在想不出顾修景还能让我活下去的理由。谢鹤清勾了勾唇，揽着我跃上围墙，冰甲冰冷的金属气息掠过鼻尖。从围墙俯瞰，下方跪满了身披黄金甲的宫廷禁军，为首一人一袭黑色龙袍，腰间配着无双剑，
刀削般的面颊上还染着血，红色弥漫的黑眸如鹰一般死死盯着我，扯唇，一字一句，当真，一丝不舍也没有。谢鹤清将我朝身后一藏，看着顾修景，淡淡道：“陛下曾与臣约定好，只要臣能助陛下铲除叛军，并且助陛下取下先帝的项上人头，便能得到陛下的一个承诺。臣要的承诺便是，只要福儿不愿留在皇宫，便放他自由。陛下一言九鼎，想必不会反悔。”谢鹤清带我走时，恰巧乌云蔽日，暴雨将倾，顾修景没有拦，坐上离开京城的马车，我才干涩着喉咙开口：“兄长不是说先帝是丞相所杀吗？”谢鹤清已经换了一身宝蓝色锦服，身上血腥气消去不少。闻言，垂眸摸了摸我的脸，方才那样说，是怕吓到你。顾修景早就知晓丞相谋逆的计划，并且打算利用丞相除去先皇，他找了我合作。见我眼神闪烁，谢鹤清眸光暗了下去，长臂缓缓圈上我的腰，薄唇贴在我的脸侧，温吞的呼吸随着话语扫过我的肌肤。福儿，弑父夺位的人，不配做你孩子的父亲。这个孩子就当是兄长的，好不好？其实得知先帝是顾修景所杀后，我反而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顾修景跟先帝关系不好，甚至是隔着血海深仇。我一直都知道，我14岁那年，第一次被父亲带去宫宴，他打算将我送给当时手握兵权50岁的定国公。我实在害怕，便在宫宴进行到一半时偷偷逃了出去，恰巧在坤宁宫迷了路，亲眼目睹了顾修景母后被赐下毒酒的画面。直到死透了，顾修景才得到消息赶过来。那时的少年阴质狠厉，双目血雾弥漫，被身后的太监死死抱着，才没提剑冲向王座之上的先帝。宫宴结束后，顾修景便被禁了足。那时我刚好急着找一个地方藏起来，不被丞相和定国公发现，便偷偷翻墙跟了进去，扮成宫女陪了顾修景大半年。左右我只是个无人在意的庶女，丞相也不敢打草惊蛇，竟然也真的没人来寻我。直到定国公带兵离京，我才随着顾修景禁足的解除离开皇宫。后来才知是因为皇后母族与外邦勾结，先帝震怒，诛了满府9族。但也有隐晦的传言，说是因为先帝想让宠妃的皇子做太子，才联合定国公将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安在皇后一族身上。不过之后先帝五子死的死，贪的贪，到最后竟然只剩下顾修景这个太子。我心中隐约猜测到都是顾修景干的，所以在替代姐姐嫁入太子府后才会如此战战兢兢。毕竟禁足时相伴的那半年，顾修景就如冷面修罗一般不苟言笑，弄得整个东宫只有我赶进殿伺候。冬天他寒症发作，我寻不来炭火，用身子抱着他取暖，他还要嫌我蠢，一点都不知感恩。谢鹤清将我带到江南一座傍山环水的小宅院居住。半个月后，春兰带着那些小宠一起过来了。如今顾修景登上大宝，我更加纠结要不要留下这个孩子。毕竟皇帝一般都不会容许自己的子嗣流落在外，等孩子长大，怕是会有数不尽的麻烦。于是到江南不久，我就找了大夫。大夫看过我的脉象，说这辈子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健康的胎儿。他赞不绝口，连连感叹这孩子将来一定是人中龙凤。没有哪个母亲是不喜欢自己的孩子被人夸赞的，哪怕他还只是个胚胎。再加上孩子已经5月大了，打胎对母体不好。没犹豫多久，我就决定留下这个孩子，以后跟着我姓邱就是了。江南的日子就像它的天气一样闲散惬意。谢鹤清买下许多铺子，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富户。再加上他英俊的外貌，渐渐的就有许多人家上门探问是否有结亲的意愿。我不知怎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在他从铺子里回来后，将送过来的女子画册都摆在书桌上，让他自己看。谢鹤清脱下外衣，见状挑了挑眉，还真的坐下翻看起来。我眼眶有些酸涩，看不下去，起身要春兰收拾东西搬家。还没跨出房间，就被谢鹤清拉着手坐到他怀中。他忙了一天，嗓音带着些哑，怎么要走？
我抽不回被他抓着把玩的手，低着脑袋，不想让自己的情绪流露出来，可还是带了些鼻音。我怀着孕，让嫂子嫁进来，误会了怎么好？还是早点找个宅子，跟春兰搬出去住，别给你添麻烦。我说完，才发现这番话有些酸，脸上浮现一抹滚烫，不禁抿了抿唇。被谢鹤清掐着下巴扬起脑袋，才发觉不知何时他眼中已盈满笑意。福儿自己嫁过来，就不用再搬出去了。我脑中一懵，还没反应过来，唇就被碰了一下，又涩又哑的嗓音贴着肌肤传入耳中。我心悦福儿，想娶福儿，福儿嫁与我好不好？我没说话，只将脑袋低低埋进他怀中。很快手脚便被一股大力猛地禁锢住，那人像野兽一般掠夺我的呼吸。我不想逃，也没法逃了，许多事情堆着。我同谢鹤清的婚礼一拖再拖，直到秋韵快3岁才开始准备。与先帝统治时期的骄奢淫逸不同，顾修景治理下的大梁四海升平，政治清明。短短3年时间，当初萧条零落的江南已经换了一副人稠物攘、锦绣繁华的景象。每每思及那端居高位的人时，我心中总像压着一块石头，喘不上气来。渐渐的，就不太关注政治上的事。直到成婚前1月，我在春兰的陪同下去程一方买做嫁衣的绸缎，才知晓顾修景在半月前已经退居侯位，而从旁支宗室中挑选了一位有仁善之德的子侄继位。我惊得几乎瞪大了眼睛，皇位就这么让出去了？那茶客仿若对此知道颇多，见着我什么都不知晓的模样，立马开始滔滔不绝。这几年民间都传言万宁侯的皇位是靠弑父得来的，本朝重孝道，虽然侯爷治国能力出色，但还是接连不断有朝臣弹劾，侯爷大概是不堪其扰，才选择退位的吧。旁边有人似乎不满意这个说法，虽然有人弹劾，但朝中明显是支持侯爷的人更多。况且侯爷心怀天下，又怎会因为这些无稽之谈轻易退位？那你说说是怎么回事？那人压低了声音，我听说是3年选秀之期到了，侯爷放不下曾经亡故的太子妃，不愿纳妃嫔，才退位的。信下据说已经下江南来了。茶客不屑地吃了一声，牛头不对马嘴。侯爷怀念故去的太子妃，下江南做什么？我听不下去，一颗心砰砰跳着，胡乱扯了一匹红布，就带着春兰上了马车。快到府前，心情才渐渐平复下来。3年前，顾修景一登基就宣布了我暴毙的消息，举国哀悼100日。他应该在那时就将我忘了。况且顾修景心怀天下，又怎会因为情爱之事就随意退位？看来第一个茶客说的才是对的，顾修景自然也不会到江南来。我说服了自己，推开府门，扎着2个啾啾的漂亮女儿就冲了过来。我连忙蹲下，将她抱进怀里，刚要起身，眼前就出现一双陌生的墨绣麒麟纹锦靴，脑中嗡的一声响，想起来，在本朝，麒麟是侯爷才能用的图案。抱着孩子的手轻颤着，迟迟不敢起身。韵儿还在叽叽喳喳地说着今日的显示，要不是景叔叔相救，我就要被那马车撞翻了。景叔叔说他是刚到江南，还没有住处，韵儿就将他带回来了。娘亲，你收留景叔叔吧，他是个很好的人呢。我被秋韵拉起来，撞进那双墨色翻涌的眸中。在院外仆妇洒扫落叶的簌簌声中，我见那人勾了勾唇，紧接着沙哑磁性的声音随着秋风传入耳畔：福儿，好久不见。原来他竟真的来找我了。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